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云林旅行的第3天，来到西螺，第一站就造访著名的西螺大桥。在我们小时候，那时候的新台币纸钞10元钞票，上面的图案就是西螺大桥，所以西螺大桥曾经是台湾重要的地标。所以我们西螺旅行的第一站就来到了西螺大桥。 USA 1951，西螺大桥是历经2个时代、3个国家合力建造完毕的。最早是在日本时代，1937年。 决定兴建浊水溪大桥，当时预定在1942年完工，在1941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30座桥墩，还有南北两端的桥台。不过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后续的钢材就转为军用，所以建桥的工程就停顿下来，一直到战后，由美国经济援助提供钢材，继续建造。 然后在民国41年完成西螺大桥。完工的时候，西螺大桥是全世界第2长的桥梁。西螺大桥全长1939公尺。西螺大桥完工之后，台湾南北纵贯公路才算是真正的贯通。西瓜是西螺特产。 我们现在离开西螺大桥，走往西螺老街。西螺老街位延平路，又称延平老街。这是用西螺大桥上连接钢梁与钢梁的锁片组成的，是支撑大桥结构的重要角色。我们抵达延平老街停车场。 从这里走往延平老街，前面横向的道路就是延平路。这是历史建筑德春齿科，是日本时代西螺的私人诊所。2楼是木构，有阁楼、天井。这些老房子是1930年代市区改正之后新建的房屋，属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。 青银供血中心，西螺老街图书馆。以前的2楼都是木造结构。这是历史建筑结发前记茶庄，是西螺历史最悠久的茶庄。 现在是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馆，现在有展览孙金祥肖像摄影个展。哦，这一位就是孙金祥先生。哇，今天刚好，有机会可以参观他的那个摄影展。结发前记。哦，创业于清道光13年呢。 一直到民国78年歇业，所以有160多年的历史。哇，今天很幸运，可以进来参观这老房子。这是创办人许金。这件就是许金祥先生的摄影作品。 卢氏召见。哦，今天很幸运的遇见摄影家本人。孙先生早期喜欢到喜马拉雅山区去拍摄人像，因为他认为那边的居民
面对镜头的时候比较自然，比较淳朴。摇铃演派。这边楼上也是一个展间。哦，这个楼板是木造结构。现在孙先生在现场做导览。放你拍，跟找你拍。是导览志工陈世甫先生。我们这一3楼看一下。隔壁的那隔墙，就是后面就是隔壁。哦，这是跟隔壁的隔墙。隔墙。然后上面之前那个贴报纸，贴日新那个日本时代那个报纸。哦，这哦。然后它已经氧化了。哦，这日本时代的报纸。对，这个位置。所以今天遇到陈先生也是很有缘啊。哇，这个是拖木吗？还是？对。哦，对。它这是藤条编的，是藤条编。哦，藤条编的。哎，藤条编。哇，这都是古董。是最早的那种刻板，未来会印出是一样。日本时代的那种未来各种玻璃啊，古镜照今人。哦，这是印喜帖的。印喜帖哈，那印喜帖那个。铁质啊，然后当时结婚啊，什么？哦，这是印喜帖的印写机器的机器，手工的，算是手工的印刷机器。勾在行楼，行楼哈，就是里面就放那个木炭，然后原来是我小时候的啦。然后那里就是在午休，50几年前的，我家有一个。那个以前人讲啊，我什么，什么地沟甲行楼的，这行楼。好，这是台湾总，这是日本的八瓣菊。这是我们台湾的。总督府的 logo， 哦，总督府的 logo， 对，它是放了这个元素在上面。哦，所以这个老房子在新建的时候都有融入一些日本元素。这不是洗石子，不是，这个是贝壳。贝壳打碎。对，以前人做讲究，做高级的，这东西啊，全部用贝壳的。它那个多利特哈，连屋内的柱子都非常的讲究。它上面有汉式的那个。龟壳的形状，服饰，所以这是等于西洋式跟汉式合在一起，洋楼。这很漂亮啊！这之前那个连续剧那个春梅啊，那是这边拍的。对，推窗户，你要拉到哪里就停到哪里，都不会掉下来的，都不会掉下来。这是后院。哇，后面的墙壁是红砖墙。西药房有100年了，100年历史了，日本时期到现在。哦，从日本时代到现在100多年。100多的西药房。哦，是陈先生的家。金玉城商会。老街著名的钟楼，是日本时代西罗最高的建筑物，所以钟楼上面有避雷针。我喜欢西罗老街，非假日几乎没什么游客，非常的宁静。广台商行，台湾永丰米粮行。哦，这里有现磨冰绿豆沙，那就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喝个饮料。西罗老街绿豆沙，这里是历史建筑西罗东市场。民国40年代，利用西罗大桥建设剩余的材料，兴建东市场。东市场早期非常的繁华，因为这里位于浊水溪畔，是南来北往货物的集散地。不过，民国42年西罗大桥正式通车之后，南来北往的货物不必集散在西罗这里，西罗市街就逐渐没落，东市场当然也跟着没落了。
现在西螺东市场已经转型成为一处文化聚落市集。我们现在从东市场走往西螺戏院。西螺戏院，西螺戏院创建于昭和3年，当时称为西螺座，又称大舞台。售票口已尘封。这也是时代的眼泪。西螺戏院，云林县历史建筑。我们走回到延平老街了。我们现在走往延平老街的另外一边。福星宫，西螺妈祖。西螺太平妈祖文化祭，台湾宗教百景。福星宫西螺妈祖创建于清康熙56年，1717年。林爽文事件期间，当时西螺有平乱的清朝军队驻扎。得到妈祖庇应，所以尊称西螺妈祖为太平妈或平安妈。西螺有2间妈祖庙，一间是福星宫，称为太平妈；另外一间是广福宫，称为老大妈。过去这2间妈祖庙曾经在争谁是老大，谁的庙比较早建，所以曾经有几10年互不往来。以历史来讲，应该是福星宫太平妈历史比较悠久。不过因为后来改建了，广福宫老大妈比较晚建，但是比较维持古貌，所以现在是限定古迹。前面那里是西螺分局长宿舍，西螺分局长宿舍历史建筑。这栋日式宿舍兴建于昭和14年，是木造的住宅，有庭园老树，可惜没有开放参观。从这里可以勉强看到宿舍的外观。这里是清代修文书院的遗址，现在变成公园了。建兴路，历史建筑，原廖文义街屋。我听说廖文义老家已经拆除了。这是附近有名的屋顶老鹰老仔。廖文义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先驱。228事件之后，他在日本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，担任大统领的职务。由于政府没收他在台湾的全部资产，以及逮捕他的家人，所以廖文义在民国54年放弃台独立场。返国投降，后来由政府安排出任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从此廖文义在台湾默默度过一生。延平路296巷，西螺镇历史走廊。这里有西螺的历史简介。西螺地名源自本地原住民巴布萨人的称呼“塞雷”。我现在走回福星宫，跟我老婆会合，时间不够了。
还有几处历史古迹没时间造访了，先吃饭。那我们3天2夜的云林之旅就在西螺老街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有本次旅行的路线及标示景点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打开地图作为旅行参考。